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恩施。大家看看我身后，这是一条悬空栈道，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天坑。天坑之前我们在贵州看到了有一些天坑里面还住了几户人家，而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天坑啊，叫做陆源坪，它里面还有20-30户人家在此生活。当然，这里也是不通公路的，可以说是湖北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，全国称不上啊。因为我们在贵州可以明显的看到，还有很多村落呢是不通公路的，有一些可能在天坑，有一些呢是在一个三面环水的地方。但是这里说是不通公路，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它这里通了电梯，在天坑里面装电梯，没有通公路，那为何会通电梯呢？还有就是这里面的村民到底是如何生活的？现在呢，我们去看一看，探索一下这个神秘的天坑。进入这个底部有2种通道，一种呢是走这个悬空栈道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坐那个电梯上去。当然，那个电梯是收费的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它电梯的费用单程90。它这个电梯其实算是一个观光电梯，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打造成一个景区，在这个顶部到底部垂直大概有500米，那么你要爬上爬下就非常困难了，台阶太多，所以呢，它这里就采用了一个电梯，让游客能够上下方便。我呢是准备下山走路，就是上来就坐电梯，因为去这个天坑要感受一下难不难走嘛。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悬崖栈道上走一走，大家看看周边的绝壁是不是很高啊？都是400-500米的。我们过了这个弯道，就能够看到这个天坑中的一些真龙。这个下面还住了很多人家。那么这里明显可以看到是一条道路的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不通公路怎么坑底会有道路呢？因为这是开发成景区，那大家在下面浏览参观方便的话，这个就是一条小的道路。你看那里有人家，有几户，这个山上也有，在这个下面也有。它这个天坑里面几十户人家不是集中在一起的，是分散开的。因为在这4周都是悬崖绝壁的天坑当中，很难找到一块大的平地，从而当地村民建房屋呢都是分散开的，稍微有一点平的地方就可以出来了。然后在这个下面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条小道，应该称之是羊肠小道。当年村民进出的话，就是从这小道翻山越岭出去，从天坑的底部爬到天坑的顶部。听说走路的话要1个多小时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栈道以及电梯都是修了没多久的。下面这条羊肠小道呢，现在偶尔还有人走，主要是那些驴友徒步进行的。它这个天坑村被大家所熟知，也就是有很多驴友来这里徒步，发现了之后，后面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从而这里呢让大家所熟知，最后变成了一个景区。这个天坑长度大概是2公里，宽度是300米左右，有宽有窄的地方。前方呢还有一个天坑地缝，也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不是平的，前方的话把整个天坑分成2半，里面呢高度有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，并且在这个天坑的尽头还有个瀑布，就是天坑地缝瀑布。村民主要是居住在裂缝的2侧。继续往天坑底部进发，其实走在这样的悬空栈道上面还有点胆战心惊的，因为确实太高了。我现在是在这个绝壁的半中间，离地面大概300米左右，本身我还有点恐高，确实挺吓人的。我们走起来都感觉害怕，那么当时修建这些栈道的工人，他们才了不起。你想一想，在这样几百米高的绝壁上面，要修建这样一条栈道出来，是多么的不容易。在这个画面就能够清晰的看得到，这个栈道离底部到底有多高，看起来确实好恐怖啊！我站在上面都不敢怎么看底部的。其实通过这个栈道也能够了解得出来，之前村民住在这个天坑村里面，进出是极度不方便的。尽管说现在仍然不通公路，但是有这个栈道，走起来相对好很多，安全性也很高。那在以前
他们走的是那种羊肠小道，困难程度比这个高得多得多了。这个悬空栈道大概有300米吧，先走完了，到了这边又是要走之字形的那个山路下去了。我来之前了解了一下，它这个台阶大概是1800来个。我刚刚在这里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他那个也是准备出山，背了一些东西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坐电梯，他跟我说，他们也是收费的，因为他走得匆忙，没有详细问。等一下我们到那个天坑底部啊，就找他们了解一下，他们这个坐电梯是怎么收费的。村民现在进出的话，大部分人可能是走这个台阶上去，坐电梯的可能比较少。真的是好难走啊！真的是，我现在体会到了，他们当地生活在这里的人真的是很不方便的。因为我从上面走下来，都感觉很累。你如果说背着东西爬山，那真的是更受不了了，太难了。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台阶的路是什么样的，完全是从山上绕了一圈，层层叠高，一层一层的上去，这个是不是爬起来很累？其实走下去都很累，走上来就更不用讲了。这里有一条河流，我记得我去年来的时候，这河流的水非常多啊，但是今年干旱，这河流里面的水就明显的变小了，现在可以称之为小溪了。叔，您贵姓啊？我姓李，木子李是吧？啊，您一直住在这里是吧？对，我就是下面的。在这里出生吗？对，今年贵庚啊？我60了。哇，看不出来啊。60岁了。现在是在这景区上班，还是在自己弄点事情？去上班。主要是做什么？养这个鹿。哦，这里还有鹿是吧？对。哦，对，这个地方叫鹿苑坪。对对对。养了一些鹿，好像养了兔子是吧？哎。这个地方栈道是什么时候修好的？18年、19年。哦，那么你们以前进出是怎么进出的？在前面一条小路。很小是吧？啊，还一条小路。啊，现在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可以走。现在还有人走那条路是吧？对。他为什么走？他觉得那个是原生态的嘛。就是大家可能是那些驴友是吧？哎。那你们村民进出就是走背后这个栈道？我们是走这个栈道，有时间也从那个台阶那么上去。哦，那这里近一点还是那个小路近一点？都差不多。哦，这个台阶就是这个栈道啊，有多少个台阶啊？1800个是吧？啊，1819步。那如果正常的人要走要多久啊？正常的，天气好一点，半小时。这么厉害啊！你像我们走得慢，可能要2个小时吧。对，我刚才下来，我都差不多花了1个小时了。我是看到你下来，我走在那里，现在我又过来了。啊，我在那里边走边休息，因为下楼都感觉很累，上山就更累了。那么你们这个地方还有多少户人家？还有30几户。那我看到那里有电梯啊，村民坐电梯是收费吗？30块。单程还是往返？单。哇，这么贵啊！啊。那如果村民一天的话，那都要60块钱。一上一下60块。那很贵啊。那你们是不用啊？景区的工作人员不用。这里有30多户，你们都不愿意搬出去吗？都不搬出去了。啊。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去了。啊，这个倒是。有的在外面买了房了。啊，这边的房子基本都是木房子啊。对。因为石头砖那个运不进来。也有木的，也有石头搞的。啊。砖是没有了哈。啊，没有。那么像你们这些买东西怎么办？背上背下吗？哎，背啊。那不坐电梯啊？坐电梯他不让你背吧？哦，就是电梯只能人可以，背东西就不行。啊，人可以。哦，那很辛苦啊。那他们背东西的话，确实不容易。打个比方说，你要背100斤米进来，那要好久啊。一去呢要3个小时吧。哦。3个多小时。那么以前这里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呢？多少户啊？原先是60几户，搬起走一部分。那像你们以前小时候读书出去要多久啊？在下面办这个小学。哦，这里办过小学。办过小学。那读初中呢？读初中就住在板桥啊。哦，那也要爬上去。爬上去。小孩也要2个小时。就是带人朝饭。
把这个一个星期的炒饭搞好了，就带着板球去住一个星期再回来，又搞一点。炒饭？嗯，那怎么吃不会坏吗？它那个不会坏的，它那个是这个玉米面哦做的，哦，那也很辛苦啊。吃的。哎，我看到它这里里面以前是没有路的吧？原先是没有，这个到这个是刚到起不久。像以前你们赶集的话也好远哦。赶集的话，赶板桥带板桥去的话，也可以来的两头黑。这位大叔说的两头黑的意思就是说，早上出发，晚上天黑才回来，因为距离太远。最近的一个镇是叫做板桥镇，从天坑的顶部过去的话，大概是18公里；从这个下面出去的话，算起来就是22公里。从这个谷底出去就是20公里。22公里那么像是。哇，这么远呢？对。那全靠走。对。那很辛苦啊。大家听完这位大叔的描述，是不是很能够想象得出来，当年这个村落生活的极度不方便，不管是做什么都很不方便，包括赶集，包括去读书，都是比较遥远。最多的时候大概有60多户人家，就是由于不方便，大家条件好了搬出去，现在呢就剩下30几户在这里居住，留下的可能都是中老年人。在这个天坑村没成家的老年人可能还是有一些，因为以前生活不方便，条件不太好，综合各方面的因素，所以导致他们没有成家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一直生活在这里呢？主要是他们祖先呢，在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的时候逃荒逃难来到这个地方，当时呢无意中发现这个天坑底部呢有水，然后还有一些荒地，进而呢他们就在这里开垦，在这里居住下来了。进而这个村落呢也就是传承了300年左右。当然现在这个村落的条件应该还算可以，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上班了，而一些留下来的人呢就在这里开农家乐，有一些呢在景区上班。在这个天坑的底部还有好多只鹿，这个是刚才那位大叔喂养的，他向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叫鹿苑坪，正是因为跟鹿有关才有这个名字。他们的祖先当时是有3个姓，就3个家族，派了几个人来到这个天坑底部。当时他们下来的方式是通过那种索吊一样，来到这个下面之后呢，他们感觉这里适合居住，就准备上去，但是发现那个索吊的那绳索已经断掉了，他们无法上去。这个时候他们有点绝望，因为这里都是四周都是悬崖截壁，而且都是几百米高，无法攀爬上去。那刚好呢，他们就在那个某一处的半坡上发现有一只鹿，刚好在看着他们，然后那个鹿呢边走边看他们的祖先，想着是不是鹿要带他们出去，于是就一直跟随这个鹿，结果呢真的走到天坑上去了，就是能够通行。那么既然有道路能够上下，于是他们就彻底在这里定居，并且呢为了纪念这个鹿，就把这个地方叫做鹿苑坪，从而这个村落传承了将近300年。这样的村落以前可以称得上是与世隔绝，现在呢可以称之为世外桃源，因为居住在这个地方的空气好，冬暖夏凉一样，并且呢自己种点菜，养点家禽，种点小麦，算是自给自足嘛。他们以前也是种植小麦这些农作物的。在这个村落还有一条河流，估计他们以前饮用水都是靠这个的。最终这条河流的水是流下地缝里面，这个就是站在上面看地缝的情况，我就不往下走了，这里面的环境也很复杂呀。我听里面的工作人员讲，去这个地缝的尽头大概还要走将近2个小时，所以我就不往前走了。大家看看这个台阶修的这个栈道也能够看得出来。这里看到一台挖掘机，很多人就会有疑问，既然没有通公路，这个挖掘机是怎么由来的呢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台挖机当然也是从山顶自己开下来的，不是掉下来的，因为重量太大。它是从这个顶部自己边开凿路边下来的。按照那位大叔说，差不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山顶慢慢的开下来，因为这个绝壁太陡峭了。后面呢，这个地方下雨，这个路啊有点塌方了，这台挖掘机就出不去了，就永远的留在这里，
可以说是最孤独的一台挖掘机啊。所以说这些地方要开发、要打造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这边有一些房屋，有一些是新建的，有一些是老的。这一块就是农家乐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房屋是有点不一样的，以砖或者石头弄的。那么这里的房屋在整个村落算是别树一格。按刚才那位大叔说的，这些是景区他们在就地取材弄一些石头建造的房屋，然后出租给当地的村民搞农家乐。因为村民本身房子基本都是木头的。这里面的环境是真的不错啊，在这样的地方住一段时间是真的非常舒心。是我的话，我能在这里住上几个月。如果是你能够坚持多久？这个村落我们大概就看完了。基本上大家凡看过《桃花源记》的人都能够了解得到，有一个世外桃源。对于陆远平来说，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就是自己的家了，就是这个陆远平。这也可能是剩下的这30户人家不太愿意搬走的原因。